我想想真的可笑，什么奶爸最后的倔强，什么最强家用车、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，真的是太可笑了。就我从海口回三亚，现在这个路上，我开这台换新版的长续航 Model Y， 加速4.6秒，它给我的那种激烈的驾驶感受，就跟我买那个自行车 S-Works 闪电的最顶级的竞速版的自行车是一个感觉，就是地面的钢炮。它兼顾了家用性，也兼顾了自己开的那种属性。就是我想激烈时，它能给我最足够的激烈驾驶体验，就是把它调成运动模式。那如果说我想拉着人的话，我就调成舒适模式。就这种激烈的驾驶感受，它是其他任何新能源车它不能给我的。有人可能说你是不是开国产新能源车现在没怎么开呀，与时代脱轨了？我跟你说，完全不是，因为我之前开了非常多的车，那些车都开得忽忽悠悠的，就根本没有任何的底盘悬挂操控可言啊！我都不跟你提安全性和 BMS 电池管理系统和这些等等黑科技都不提供了，咱就单纯的说这个车是不是用来开的？你说头两天那个乐道 L90还在那俩坐前面说钓鱼，你不让人笑掉大牙了吗？中国车企竟然不说车的本质有多牛，你在这跟我说前备箱能放2个垫子钓鱼，你尬不尬呀？我感觉太尬了，真的是穷途末路了。科技难道是倒退了吗？我说的全都是肺腑之言，我不是瞧不起国产新能源，是因为它的竞争对手特斯拉是一直在用心做车，而由于特斯拉不给车评人充值，车评人为了讨口饭吃，收了别的车企的钱，那他只能反过来黑特斯拉。但凡你有一个能发现一双美的眼睛，但凡你是火眼金睛，能有辨别事物真假的能力，能有自我认知的意识时，你看我说的每一句话有过激或吹牛逼的行为了吗？如果说你觉得那个舒适度，那就是豪华度，那就是真正的豪华的话，我无话可说。我也可以说，你可以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，但是我认为作为车来讲，它追根究底就是交通工具。它作为交通工具的属性，第一个就是给我的感觉，我就要求什么？我要求人车合一。我开过保时捷的911，我知道911的操控感受。现在我这台 Model Y 就是给我同样的感受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当然，你让我两个一起选的话，我肯定选911，那我不用考虑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只花20多万买一台最强的家用性能车的话，那就是 Model Y 换新版，没有之一呀。我再说一个，就是这个 Model Y 换新版的能耗非常的低，而且它的这个实时能耗是写的非常清楚的。像我到三亚的话，会剩14%的电，那就是14%的电。因为很多人我发现呢，在抖音看抖音呢和日常生活中，他根本不懂车。很多人说我想买小米速7，因为小米速7好看，它像年轻人的第一台帕拉梅拉保时捷。我跟你说实话，那个车在我认知范围之内，它还是换汤不换药，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它关于其他国产车来讲，只是可能它更加拉风时髦了一些，但是从车的本质上来讲，它并没有太大的进步。就包括特斯拉的这个一个很简单的动能回收，国产车都做不好，甚至都放弃了动能回收。这个动能回收是非常有用的，因为我只需要单踏板就可以了，而且最主要是这么多国产车的单踏板做了这么多年还做不明白。单踏板真的是给我们这些你使用过的车主才知道它有多么爽，因为你不需要来回的倒脚。而且这次特斯拉 Model Y 的隔音效果真的是不是强了一点半点，要比以前我那个老款强太多了。官方说是 NVH 降噪是72%吧，我记得啊。总之你可以买车时你去对比，如果你想像我一样能达到人车合一的境界的话，我目前体验感就是特斯拉能让我达到人车合一这种感觉，就是我感觉我现在内心激动，内流满面。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辅助驾驶，这个辅助驾驶我觉得只要有一个 AP 就足够用了。那将来的话，如果 FSD 能便宜一些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的，因为真的是非常的实用。现阶段的无论是 L3 级别的国产智驾还是怎么样吧，高阶智驾吧，就是还没能达到我心中的预期，因为它的那个开车的逻辑跟老司机我认为还是不一样的，它太慢了啊！像我这种特别着急的人是没办法使用那种辅助驾驶的。
而且我也不会100%放心的把我的命交给辅助驾驶，我的命只会放在我的手中。